穿越活佛濟公世界，你成為屢次落榜的書生。恰巧降龍尊者下凡，化身靈隱寺道濟普度眾生。道濟冠你前世，知曉你乃八世官場之人，只需這最後一次科舉考取功名，走進一生官途，便可得到成仙，成就文曲星君之位。可欲要助你一臂之力的道濟，突然發現你選擇放棄仕途，只因你從一人的口中得知，這一次的文章題目是要有狗屁二字，甚至還從那人口中聽到，監考此次科舉的考官已然接受了他人賄賂，要幫助那人考上狀元。既然我寧蕭比不過那些錢財，那些貪官世家，便已證明這是個腐朽的世道，貪官壓榨百姓，各大世家把持官場職位，世間寒門平民永無出頭之日。既然這樣，你便要再當一次皇朝，待到秋來9月8，我花開後百花殺，殺盡世家，屠滅貪官，改朝換代。可發現這世間不單單是凡人，還有着妖魔鬼怪，仙神佛阻攔，你只能一並橫推之，唯有修煉成仙，才是世間真理。此刻，你推開客棧的門戶，就看見記憶中那瘋瘋癲癲的道濟和尚。寧秀才，這是要趕考了嗎？和尚承諾過，必讓你這次成功考取功名。道濟揮動着破爛不堪的蒲扇，笑嘻嘻地說着：“不，聖僧，我決定不去科舉了。”剎那間，道濟愣住了，揮動的破蒲扇都停下，一臉目瞪口呆地盯着你。寧秀才，你若是不進京趕考，豈不是辜負了你這麼多年的辛苦學習，滿腹經綸的才華，皆在寧秀才你一念之差。眼下僅差一步，只需將眼前的寧秀才送上官場，再觀其是否踏入迷途。待到一切終了之際，他道濟便可重歸靈隱寺。可現在看樣子，這寧秀才是不打算考取功名了。被道濟這麼一說，你前身遺留下來的那一絲執念漸漸顫抖，仿佛是告訴現如今的你，想考取功名，以此來挽救富陽縣那些貧窮的難民。既是如此，你深呼一口氣，望向道濟說道：“聖僧，我滿腹經綸，但也敵不過那些貪官世家的錢財，我願入聖僧門下，望聖僧收我為徒。”道濟僵持在了原地，呆呆地看着你。他下意識接住你的大禮，可沒想到對方放棄考取功名，竟然是想要拜他這個和尚為師，這沒道理啊！可想到之前你的話，道濟便恍然大悟，覺得自己比不過錢財嗎？罷了罷了。道濟心中感嘆，雙眸漸漸泛起佛光，那是平常凡人無法看見的光澤。他打量一眼你後，悠悠嘆了一口氣：“聖僧能否收我為徒？”寧秀才，你與我佛門無緣啊！聽聞此言，你當即愣住了。就在此刻，斷絕佛門念想之際，你腦海中響起一道令你心神震顫的聲音：丁，檢測到宿主與佛門無緣，特達成解鎖條件，成功綁定皇朝系統。檢測到宿主因多次科舉不公，從而落榜，現發布階段性任務，放棄考取功名的選擇，轉而回鄉募兵，爭取以刀兵之勢殺上京城。你心中狂笑，既然這樣，那你就不客氣了。丁，恭喜宿主獲得上清仙訣總編和無限制豬腳飯，外加第一代先天道體上清仙訣，上清灵寶天尊開創的修煉之法。先天道體乃日光、月光、星光三大神水合為三光神水，再加上9天息壤，不周山上先天葫蘆藤的造化之氣，女娲精血塑造而來。宿主现如今的先天道體，比起第一代，連其1/1000都達不到。修煉根基與普通凡人無異，沒有任何悟性。經系統給予的第一代先天道體加持，修煉數年便可抵達成仙的階段。只因人族出現的時候，乃是天地昌盛之時。寧秀才，倘若你還願考取功名，和尚還是願意幫你一把的。畢竟你與和尚有緣。見你因自己那番斷然無緣的話陷入愣神已久，道濟還是不忍心，繼續勸起你重回科舉。實際上，乃是天上文曲星君正在傳音催促着道濟，他要退休了，不能在這個節骨眼上掉鏈子。聖僧，你不必再勸了。既然我寧蕭跟你佛門無緣，至於聖僧口中的考取功名，狗屁文章，錢財買來的功名，如聖僧施展的滔天神通，助我考取功名，有何區別？無不皆是作弊之舉，我不屑之。你沉聲地說道，令道濟有些恍惚。他之神通，黃粱一夢，無非就是讓你待在夢中經歷此生百態。可眼下，即便讓對方夢中歷練，也不會有如何的結果。阿彌陀佛，既然寧秀才執意如此，那和尚我便不再如此執着勸說。可寧秀才當真要考慮清楚，放棄考取功名的力度，你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斷絕。道濟只是覺得一時念想，竟然能讓八世刻在魂魄骨子裡的執念斷絕嗎？道濟是如此，可一直看着這裡的文曲星君，直接天塌了，瘋狂傳音給道濟，讓你回心轉意。偏偏道濟已經屏蔽了文曲星君的傳音。見此，天上的文曲星君頓時無奈起來，降龍在搞什麼？快點幫本星君一把，本星君馬上就可以退休了，不能在這關鍵的時候掉鏈子。你降龍受佛祖之命下凡，普度眾生疾苦，正好把本星君的苦難也給普度了呀，怎能就這樣袖手旁觀？可惜的是，道濟根本不理會天上急迫的文曲星君，而文曲星君呢？他耳旁傳來一句：“星君該處理事務了。”轉眸望去，全然是凡間生靈文道運轉，以及轉世人族的才識博學，需要他來批閱。一時間，文曲星君直接崩潰道：“你們去找武曲星君批閱，本星君要下凡投胎休假一段時間。”說罷，沒等幾位小仙緩過神來，文曲星君化為元神，一頭栽進凡間杭州之地，投胎輪回轉世而去。星君大人，他有向玉帝陛下批假嗎？好像沒有吧。管他呢，去把這些文才奏折給武曲星君大人拿去。要是耽擱凡間文運，恐怕到時候玉帝陛下要請我們喝茶了。幾位小仙話嘮嘮地前往武曲星君的府邸。與此同時，凡間見道濟放棄幫助自己考取功名當官的執着，你便要重返杭州富陽縣，他要在杭州掀起天下之勢。誰料此刻，道濟手中破爛蒲扇突然攔住了你的去路。聖僧，你這是什麼意思？道濟雙手合成十字掌，意味深長地說道：“阿彌陀佛，寧秀才，你放棄考取功名，重返故里，難不成就這樣放棄你多年來費盡錢財，
才學來了許多淵博知識嗎？據和尚所知，你父母散盡家財，也要送你考取功名，你這般行事，未免太不盡孝道。放棄考取功名，寧秀才又能幹什麼呢？看似是詢問，實則是道濟在質問你的孝心。爹娘散盡家財，只為期盼你考取功名，挽救富陽縣的平民老百姓，制裁當地貪官，亦是制裁貪婪的世家。可現如今，你未曾參加科舉，便要自主放棄，這豈不是讓爹娘多年的付出毀於一旦？幹什麼？聖僧，我當然是要手刃富陽縣的貪官，以及剝削百姓的各大世家，然後效仿唐朝皇朝。既然我寧霄考不上京城，那就打進京城。這個時代的平民百姓，雖有些地方安居樂業，但有些地方因世家的剝削、貪官的壓榨，再加上朝廷的賦稅嚴重，徭役繁重，各地都有反抗的徵兆。道濟法師，你雖被世人稱為聖僧，知曉民間疾苦，又為何不知百姓之苦？你大手一揮，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吐露而出。他不擔心道濟會去告狀，因為他本不是凡間之人，更何況降龍下凡化身道濟，便是為了普度眾生，挽救人間疾苦。他終結這個已經部分腐朽貪婪的王朝，終結民間疾苦，到時候道濟豈不是功德圓滿？這一刻，道濟眼眸狂抽，不由得才眸望向九霄雲外，天庭之地，文曲老兄，這就是你選定的繼承人嗎？他怎麼會有這種想法？莫不是你文曲星君不滿天庭派分的任務，特意要讓人在人間大鬧一場？唐朝皇朝，道濟哪還能不知道這件事？唐朝时期的科舉被世家把控，寒門無出頭之日，皇朝舉起屠刀，殺盡天下世家膽寒。可這件事，皇朝後面是有仙神支持的，要不然豈會這麼順利？可這寧霄，他後面有仙神支持嗎？道濟看不出。最終，道濟緩緩嘆了一口氣：怎麼，聖僧是不看好我？你露出疑惑。阿彌陀佛，世人之皇朝，但若要效仿其，難如登天。寧秀才又何必執着？你欲要掀起殺伐，只會造成民間疾苦，到時候的結果非你所願。你笑了，他也不想跟道濟爭論，掀起無盡殺伐又如何？最終達成大業，一切都值得。道濟又怎知？他有系統加持，資源以無限供應，打持久戰，他無懼。明白這裡是仙神魔妖佛共存的世界，那麼這大宋看上去不會像普通王朝一般，背後定有仙神妖魔的支持。他有上清仙法，雖不知這個世界是否存在三清，畢竟前世的影像中，活佛濟公的世界出現過的神仙，僅有釋迦牟尼、觀世音菩薩、18羅漢、冥河老祖、天庭的玉皇大帝、三清天尊都沒影。可這裡是神話世界，這一類的仙神必然存在。他的上清仙法或許會被看出，也有可能不會。只因系統丟過來的上清仙法，誰知道是不是這個世界上青靈寶天尊所開創出來的功法，還是其他世界上青靈寶天尊的功法？聖僧無需多言，我意已決。說罷，你指尖撇開道濟的破爛蒲扇，欲要離開此地，返回杭州富陽縣。哎，寧施主，和尚跟你還有些因果未解，你欲要行此事，恐怕難成。你之事難成也，和尚可在危難之際救你一命。見你離開，道濟連忙追了上去，湊到其身旁，說着。你愣了片刻，本想拒絕道濟，可想起這裡乃是神話世界，妖魔遍地走，他現在還未修行，恐怕走到半路，大半夜妖魔來襲，見他這個第一代先天道體，只覺得他是大補之物，就如同唐僧肉一般，吃唐僧肉可長生不老，吃寧霄肉可增長大量修為，減少自身苦修。再者，他掀起戰爭之際，說不準還有妖魔來襲，這一點道濟或許幫得上忙，總不可能他一介聖僧，妖魔肆虐人間，他不處理吧？聖僧請便。不過我有點好奇，之前聖僧不是稱呼我為秀才嗎？寧施主，你既然已放棄科舉，就證明想當一個平民老百姓，怎會有秀才之名呢？不過寧施主敢不敢跟和尚打個賭？道濟樂呵呵地說着，眸光流露出算計的流光。什麼賭？你反問道。看，道濟揮動破舊的蒲扇，指向京城的皇宮。你順而望去，耳旁中響起阿瑪那巴咪歐的佛門六字真言。只見皇宮之上閃爍着璀璨的金光，道道虛影漸漸浮起。宋朝皇帝端坐於龍椅之上，俯視下方文武百官。隨着宋朝當代丞相緩緩轉眸望來，那是你的臉，聖僧，這是何意？道濟似笑非笑地說道：你若是起義失敗，和尚我可幫你調轉身份，再次考取功名，助你當官。我們賭這個如何？這個賭約讓你眉頭不由得皺起。聖僧，這賭約乃是單方面的嗎？倘若我起義成功，推翻這腐朽的世道了吧？道濟搖了搖頭，眸光深沉，已然告訴你，你不可能成功。見此，你也沒再說什麼，只是點頭道：好。隨後，你順勢踏出客棧，朝着租賃馬車的地方走去。他雖耗盡家財科舉，可不代表租不起一輛馬車回富陽縣。而道濟離開客棧後，茫茫日光照耀到他破舊的僧衣上，他眸光望向九霄雲層之上，文曲老兄，和尚我幫你搬到底了，改天上天你該請我喝酒了吧？單方面的賭約，他道濟就是想幫文曲星君挽回這誤入歧途的下一任文曲星君。只是就連道濟本人都不知道這賭約他能不能贏，只因之前道濟還能看透你，可自從對方說出要當唐朝皇朝時，他已經完全看不透這個人了，看不透他的命數，也看不透他的修煉資質。聖僧，找到馬車了，你走不走？將一輛馬車拉過來，你身後還跟着一個馬夫。見道濟還愣在原地，不由得開口：來了來了。道濟也沒拒絕，毫不客氣地鑽入馬車之中，啟程吧。哎，你一時間搞不懂，到底他是這輛馬車的主人還是道濟？走吧。你對着駕車的馬夫開口，也鑽入了馬車之中。隨後馬夫駕車帶着你，道濟離開京城，前往杭州之地。聖僧，你離我遠點。和尚，我想看看寧施主的根，可是你太臭了。那是和尚忘記將這俗氣收起，抱歉抱歉，宁施主。不過宁施主，我觀你骨骼驚奇，跟和尚有緣啊，不如拜和尚為師。聖僧真會說笑，你之前都說過，我跟你無緣。之前是之前，現在是現在。和尚是真覺得。馬車之外的馬夫駕駛馬車前往杭州的路程上，不由得翻起白眼。一個渾身酸臭味熏天、破爛不堪的臭和尚也能被為聖僧？還有這個老闆咋想的？叫一個顛顛瘋瘋的臭和尚為聖僧，這或許就是有錢人的惡趣味吧。馬夫心中感嘆，不停揮舞着馬鞭，只想快點趕到杭州。數日之後，夜幕降臨，一間客棧內，經過數日的
趕路，你跟道濟還需1日便可抵達杭州，但現在乃是夜晚之時，也不太好趕路，便在此稍作休息。房間中，你盤坐於床榻上，周身汲取着來自天地的靈氣，以助他修行。數個時辰後，你緩緩睜開雙眸，呢喃道：“這上清仙訣為何遲遲不能入門？莫不是靈氣不夠的原因？”你心中疑惑。按理來說，他的根基乃是跟天地間誕生的第一代人族一模一樣，不可能這麼久都無法將上清仙訣修入門檻。難不成修煉這上清仙訣至少數年時間？不過令你欣喜的是，他雖沒有踏入仙途，可自身肉身之力比之前書生那軟弱無力的力量倒是提升了許多。至少他此刻單臂揮動，至少有9牛之力，放在古代也是一位悍將。可惜這裡是神話世界，9牛之力並無大用。系統，你有沒有什麼寶貝？修煉毫無進展，你便將心思放到系統上面。丁，宿主，本系統的寶貝需要通過任務給予，現如今並未發布，暫無。聽聞此言，你露出一絲無奈，看來他還是需要重返故里，然後招募大軍，推翻當世的王朝。這樣的話，在過程之中，說不準系統會發布任務。隨後，你緩緩側躺，心中默念起上清仙訣的口訣，緩慢地吸收天地那稀少的靈氣。與此同時，一處荒蕪的山野樹林之間，一只雪白的狐狸站在懸崖邊上，眼眸露出着貪婪，望着你所在的客棧。大補之物，大補之物啊！這大補之物竟還沒有修行，實在是我的機緣啊！倘若將這大補之物掏心試身，我這傷勢想必定能恢復，日後便不必吞噬人心，免遭災禍。雪白的狐狸幻化為人形，輕微摸了摸滿是傷痕的臉頰，邁着輕盈的步伐，舌頭不由得舔了舔嘴唇，眼眸貪婪地朝着客棧走去。日光初升，一縷紫氣於無形之中自東而來，滋潤天地萬物生靈。客棧之內，你自修煉中醒來，眸光望向天邊，那漸漸升起的日光，知曉是時候回復陽了。如今的他們所處的位置乃是杭州之地，不過卻不是在杭州主城。咚咚咚，就在此刻，房間的門口被敲響，你不由得轉眸望去。奇怪，趕路的數日，歷經各地，暫住於客棧之時，都是他去叫道濟起來的。有時候道濟還睡懶覺到中午，可眼下竟有人來敲他的房間門，心中疑惑，步步朝着門口而去。隨着大門打開，你頓時被嚇了一跳，連連倒退數步，眼眸中充斥着警惕之色。你是誰？只見一個女子，身穿淺粉色帶着鮮紅的補妝長裙，渾身充斥着一股濃濃的魅惑之意，眼眸底下彌漫着狡詐的韻味，仿佛普通凡人看上一眼，便會被她的姿態為之蠱惑。公子，女子一聲嬌喊，揉了揉額頭，裝作一副頭疼的模樣，略微上前數步，順勢身軀倒向你。你恍惚片刻，連忙接住這女子，觸感所帶來的軟柔妖嬈，並未讓你有絲毫放鬆的心情，反而心底誕生出詫異的情緒。姑娘，男女授受不親，你快點起來！你壓下心中的不解，她沒搞懂，大清早的一個女子跑到自己房間門口敲門是啥意思？莫不是仙人跳？可這也不是前世啊！公子，妾身喜歡你啊！女子開口的剎那，你便已被其驚世的話震撼到了。兩人都沒見過面，莫不是一見鍾情，喜歡我？你疑惑，兩人好像是初次見面吧？是啊，公子，妾身這麼喜歡你，不如就把你的心掏啊！女子說着說着，聲音仿佛有魅惑的回音，令你久久不能回神。可當你的眼角餘光察覺到其的左手五指帶着淡粉色的光澤，欲要從他身後穿透他的胸口，又聽到讓自己掏心的話後，這一刻你冒出冷汗，一念之間便已知曉這女子到底是什麼人，當即眼疾手快，絲毫不顧媚情蠱惑地將女子拋向空中，重重的一腳踢到女子的胸口，伴隨着咚的一聲響起，劇烈的衝擊力令這女子直接倒飛，撞碎房間的牆壁，一陣塵埃掀起，你指尖漸漸滑起上清仙光。雖說上清仙訣難以修煉入門，但不代表他修煉數日體內沒有一絲法力。該死的人類，一點都不知道憐香惜玉。塵埃散去，女子捂了捂被踹出大腳印的胸口，眼眸散發着陣陣殺意，看向你，妖豔賤貨，也配說憐香惜玉？你冷哼，既然公子不願，那就別怪本姑奶奶親自動手來取了。霎時，無形的微風自女子身上掀起，食指瞬間化作足以撕碎生靈的利爪，陣陣妖氣彌漫。寧施主，大清早的，你在弄什麼東西？就在雙方劍拔弩張之時，道濟不知從何處冒了出來，好似剛睡醒一般，揉了揉眼睛，跟着疑似是妖的女子並排站立不到半米。聖僧，你被這一幕驚到了，呆愣地指向道濟的旁邊，道濟也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女子仿佛有種默契，不約而同的撇頭，伴隨着道濟跟女子的雙眸兩兩對視。狐妖啊，臭和尚！轟！道濟一聲大喊，抬起破爛蒲扇，縷縷佛光閃烁，一揮即出，直接將這只狐妖拍飛，撞碎客棧2樓的窗戶，直直墜向不遠處的樹林中。聖僧，你這一片狼藉的現場，令你心神一痛，搞成這樣，他要賠客棧老板多少銀子？牆壁爛了，窗戶爛了，這簡直就是在拆家啊！寧施主，你去哪裡約的狐妖？咋不跟和尚說說？道濟絲毫不在意周圍的破損，緩緩來到你面前，笑着說着，你黑着臉，什麼叫他約的狐妖？明明是這只狐妖自己找上門來。面對道濟的調侃，你沉着臉說道，這只狐妖想吃我的心，而且這只狐妖想吃人心，定然以罪孽深重。聖僧法力高深，為何不速速去將其收了？倘若讓這只狐妖跑了，恐怕日後世間又有多少人要被這只狐妖掏心。聞言，道濟原本懶散的神色頓時變得嚴肅起來。寧施主此言有理，和尚我速去速回。說罷，道濟化作一道金光，直奔不遠處的樹林而去。看樣子勢必要除掉這只吞噬人心的狐妖。道濟跟女子眼眸相看時，的確被其擁有的業障而感到一絲震撼，但還是覺得對方有點舊，不至於送他下地府。被嚇到的原因是因為對方臉上有一道醜陋的裂痕。看着道濟匆忙追去，你眼眸略動，看樣子這並非是黃粱一夢的濟公世界，貌似是其他版的活佛濟公。那只狐妖的臉頰，我咋越看越熟悉？一番琢磨，本來是不打算跟過去的，可心中的好奇驅動着你，最終你還是決定去一探究竟。畢竟要確認這到底是乾坤洞主世界觀的濟公世界，還是濟公傳的世界，亦或者是新活佛濟公的世界。但你內心確實有些答案，畢竟狐妖都出來了，很大概率是活佛濟公3部曲，擁有乾坤洞主的濟公世界。客官，這就在你剛想從客棧2樓一躍而下
下，朝着道濟的方向追去時，他的耳旁卻是傳來這間客棧掌櫃的聲音：“嗨嗨，你輕微一咳，從口袋中拿出10兩銀子，遞到掌櫃的面前。客官，這太少了吧？”客棧掌櫃眉心皺起，至少這個數。掌櫃眨了眨眼，手指比劃了一下。見此，你眼睛一瞪，這是趁火打劫吧？少這個數。掌櫃眨了眨眼，手指比劃了一下。見此，你眼睛一瞪，這是趁火打劫吧？可想了想，貌似這麼大的客棧，重建這2間房間的確需要不少銀子。最後，你只好掏出自己的家底，遞給掌櫃。滋滋滋，客官，沒想到您還有這種愛好。這2間房間，隨便你怎麼砸。說吧。掌櫃臉頰的笑意難以掩蓋，而手中的100多兩銀子，成了這句話的最好證明。你的心頭在滴血，這可是他全部的身家。不過轉念一想，反正他都準備造反了，富陽縣城的那些貪官世家的錢財不都是他的嗎？想到這，你也沒覺得100兩銀子有多重要。我沒那種愛好。退房。你黑着臉，步步朝着狐妖撞碎的窗戶而去。客官，走正門。掌櫃也沒反駁，數着手中的銀子，可看見你要從2樓一躍而下，匆忙回過神來，想一把拽住你，人從他2樓客棧跳下去，這絕對要受傷啊！他作為客棧老板，對於這種富家人，當然不會坐視不管。可你的人影已經不見了。他來到破損的窗外，瞅見其安然無恙後，鬆了一口氣，隨即便叫客棧的小二來收拾一下這副爛攤子。在那裡，你看着樹林之中佛光與妖力的對拼，眼眸一亮，快步朝着那裡走去。與此同時，樹林之中狐妖食指掀起淡淡的粉芒，不停朝着道濟的喉嚨抓去，其速度宛若閃電般迅速，常人無法看清狐妖的攻勢。反觀道濟不慌不忙，抬起破舊的蒲扇，隨意之間便接下狐妖的所有招式，甚至下一秒，他的蒲扇落於左側，狐妖的攻勢便隨之落來，仿佛已然看透了他的所有動作。隨着二者交手數個回合，道濟猛然向後退數步，口中默念道：“阿瑪那巴咪歐。”話落，手中破爛的蒲扇瞬間变大數倍。道濟猛地一扇，浩瀚的狂風捲起，狐妖一時不慎，被吹飛數十米之遠才穩住身形。可剛穩住身形，一道陰影覆蓋了他的位置。狐妖當即抬眸一看，只見道濟踩着巨大化的蒲扇，朝着狐妖的重重壓去。狐妖眼眸凝重，手捏法訣，周身釋放出道道妖力化為的利爪，伴隨着狐妖一指，利爪直朝着蒲扇而去。可這些妖力幻化的利爪，在觸碰到道濟的蒲扇後化為虛無。什麼？狐妖霎時大驚，連忙抬起雙手抵禦住鎮壓而來的蒲扇，而道濟就這麼樂呵呵地踩在蒲扇之上，壓制着這只狐妖。就在此刻，抵禦住鎮壓而來的蒲扇，而道濟就這麼樂呵呵地踩在蒲扇之上，壓制着這只狐妖。就在此刻，你匆匆趕了過來，便看見這精彩的一幕，好熟悉！你一聲呢喃片刻，便想到這場面他在哪裡看過？不就是活佛濟公3大結局龍虎山決鬥，道濟便大蒲扇踩在乾坤洞主的頭頂嗎？又看了看被道濟壓制的狐妖，其臉上的面容，你眸光一閃，心中呢喃：這不是活佛濟公中白靈的臉嗎？不對，白靈可不會吃人心。轉念一想，你便搞清楚這只狐妖到底是誰了。用着白靈的臉頰，又想吃人心修煉，這不就是劇中白靈的親姑姑胡花花嗎？這狐妖胡花花好像還跟乾坤洞主有不小的淵源。不過這一點影視中倒沒有說明這胡花花跟乾坤洞主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寧施主，你來了，看看和尚我法力如此高深，鎮壓一只狐妖輕而易舉，不如你拜和尚為師。和尚我教你佛門至高法術。踩在蒲扇之上的道濟還有空閒功夫跟你聊天，甚至沒忘記自己想收對方為徒的想法。你額頭皺起，滿臉黑線，這道濟咋就這麼執迷不悟？他都說了不拜師，況且看道濟這輕而易舉的模樣，你就知道之前他就是在跟這個狐妖胡花花玩鬧。也是，劇中的道濟跟誰打，基本上都是5-5開，跟大鵬鳥打5-5開。大結局中，大鵬鳥加上修煉成乾坤大法的乾坤洞主，都是跟道濟5-5開的程度，實在看不透道濟的實力上限在哪裡。而這個神話世界修為層次劃分也沒說過，你只看過什麼？而這個神話世界修為層次劃分也沒說過，你只看過什麼地仙之類的，還有白靈能夠修煉成仙，境界一類並未訴說。心中一念，你猛然間想起自己的系統，你能不能看看這道濟跟狐妖胡花花的實力層次？還有我的系統，在前世常常有萬能之說，在你的認知中至少能做到憑空造物的級別。丁，已打開宿主面板，宿主寧霄，修為凡人，根腳第1代先天元祖，功法上清先覺總綱，系統空間豬腳飯凡人。你眉心一皺，他能運轉體內的一絲法力，應該脫離凡人的界限了吧？丁，宿主雖有法力，但仍處於凡人境界。朝廷一般的武將便是處於宿主這個境界，不過他們是血氣，宿主是法力。一時間，你恍然大悟，轉眸望向道濟跟狐妖胡花花，剎那間，兩位的面板映入他的腦海。道濟實力半仙，法器佛珠蒲扇9葫蘆，神通羅漢翻天印，降龍18掌，修羅指，伸腿瞪眼丸等佛門神通，元神不朽金仙。胡花花根脚白狐，實力千年大妖重傷，功法黑暗大法，神通变身術，魅惑等不入流神通。这看完两人的面板，你也懵了，這實力劃分是真的有點迷糊。那道濟的不朽金仙，自己倒是明白，半仙是什麼意思？道濟乃降龍尊者轉世下凡，有這麼弱嗎？連仙都不是，還只能是半仙。狐妖胡花花這邊也一樣，什麼叫千年大妖？你這個系統也不知道排列一個境界，讓千年大妖，你這個系統也不知道排列一個境界，讓他這個宿主看得一清二楚。對於這胡花花的狀態，你倒是清楚，因吸食人心，修煉至千年大劫，慘遭5雷轟頂，內丹因此而毀。妖族其修為重要核心便在於內丹，內丹一毀，基本是屬於廢了。要不然系統如何會在面板上評判其為重傷狀態？系統，你能不能搞出一個能讓我看得懂的境界劃分？你心中不滿，丁，系統升級可統計該世界的境界劃分，還請宿主勿要心浮氣躁罷了。你心中感嘆。隨後他看向被道濟壓制的胡花花，對着道濟說道：聖僧，這吃人心的狐妖，你打算怎麼辦？胡花花想吃自己的心，你倒是清楚這是為什麼？畢竟第1代先天人族的血肉，對於任何一個妖族都是大補之物，抵禦不住誘惑，很正常。而
這白靈的姑姑胡花花，並非是一時念想，而是吃人心的慣犯了。即便他沒有第一代先天人族的體質，也是有概率被胡花花盯上的。阿彌陀佛，我佛慈悲。他雖罪孽深重，但可跟和尚我前往靈隱寺，於佛祖金身之下誦經念佛，洗脫罪孽。道濟面帶慈悲，他的話猶如敲定腳下被他壓制狐妖胡花花的今後的命運。聖僧，不如把他……你眸光暗示，做了個抹脖子的動作。這胡花花乃是劇中狐妖白靈的姑姑，她想要吞吃自己的心臟，這一點你還是想讓道濟把她收了的。至於鎮壓在靈隱寺吃齋念佛，洗脫罪孽，還是算了。胎念佛，洗脫罪孽，還是算了。他可沒忘記，這狐妖胡花花跟乾坤洞主關係匪淺，說不準改天就神不知鬼不覺的將其救出，到時候自己怕不是又要惹上一堆麻煩。這個嘛，道濟眸光泛起猶豫。臭和尚，別以為你拿捏定姑奶奶我了。胡花花一聲嘶吼，浩瀚的妖力浮現而出，猛地往上一抬，其蒲扇抖動，令上面的道濟站立不穩。還有你這個人類小子，給姑奶奶記住了，你的心先放在你的身體裡面，姑奶奶遲早有一天會將你吃了。猛然轉眸，這一次的眸光不再是魅惑，而是兇煞十足。倘若是一般人，怕不是要被其下成軟腳蝦。可你只是平淡地望着胡花花，對此胡花花全然認為了，這人類小子已經被他嚇得愣住了。道濟一躍而起，雙拳煞勢化掌，重重地壓在蒲扇上方，令胡花花壓力倍增。嘶啞的聲音無比微小，想拿捏你姑奶奶，下輩子吧。說罷，胡花花猛地一腳踩向地面，身軀隨之宛若烏龜縮入殼中般縮成一團，一縷大地般的光澤在此刻閃過，很快大地微塵遍布了他的全身。剎那之間，道濟本該穩穩踩在大蒲扇，瞬間跌落到地面，伴隨着轟隆一聲，你一時被大地掀起的塵土遮蓋了雙眸。片刻後，你只看見道濟一個人躺在大蒲扇上，滿臉生無可戀，猶如將死之人般可悲。聖僧，聖僧，聖僧！道濟久未回神，你連叫三聲啊！道濟身軀抽搐片刻，下意識地翻身而起，將破爛的大蒲扇重新恢復原狀後，裝作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貌似剛才的一切都沒發生一般。聖僧，你是不是在放水？你銳利的眸光死死盯着道濟的雙眸。哎呀，宁施主，和尚我這是一時失手，怎能說是放水呢？道濟滿頭大汗，試圖揮動破舊的蒲扇，笑意自然地說着，看上去是在為他的失誤找借口。和尚我也沒料到，他一隻狐妖竟然還會吐遁術，這也是猝不及防的事。和尚我沒防範好，寧施主，我們還是快點返回杭州富陽。和尚我算到一件事，這件事恐怕對你打擊不小啊。道濟上前推了推你，但奈何他紋絲不動。可後句話令你心慌了神。劇中道濟的推算可謂是百試百靈，總的來說絲毫沒有任何算錯的地位。聖僧，是什麼事對他打擊不小嗎？你自認為這世上也沒幾個事能打擊他的心靈，所以說話的語氣自然略帶些平淡。哎，和尚我也不好直言啊，還是快點趕路吧。道濟神神叨叨的模樣，你也只好順着他，被道濟一路推着走向客棧。不過過程之中，你還是疑神疑鬼的詢問起來。聖僧，你實話告訴我，你到底有沒有放水？哎呦，寧施主，和尚還能騙你不成？主要是這狐狸跟我一個未收為徒的徒弟有點關聯，和尚我也不好，一個吃人心的狐妖跟你徒兒有緣。嗨嗨，宁施主，還是趕路吧。回到客棧，坐上雇了一路的馬車，直奔富陽縣。1日之後，一輛馬車駛入富陽縣的城門。聖僧，看到了嗎？這富陽縣平民百姓骨瘦如柴，1日3餐都難以得到保證。就比如剛剛在叫賣糧食的商人，其價格比其他地方高出數倍。這富陽縣的縣令父母官跟縣裡的世家狼狽為奸，將稅收都提高3倍，甚至一些吃不上飯的父母會將自己的孩兒賣給那些世家。這樣的話，至少他們那兒跟着世家不會挨餓，雖然為奴為婢，但也比跟着他們父母好。富陽縣的情況乃是擺在明面上的事情，比杭州的其他縣更要嚴重。其他地方總的來說至少都是暗地裡來的，世家亦是如此不敢如此放肆。而富陽呢，商人聯合世家抬高糧價，官府聯合世家抬高稅收，壓榨百姓，只留給平民老百姓一絲喘息的機會。只因他們知道，一旦將這群賤民逼到絕路，那麼結局便是造反一條路。宋朝的這個時代雖說經濟繁榮，但農民起義不少，便是因為地方縣令聯合世家壓榨平民老百姓。京城天高皇帝遠，就算這些賤民起義造反，無需1個月時間便會被鎮壓，消息根本傳不到京城，而天高地遠的皇帝只會被蒙在鼓裡，自認為自己治下的時代乃是一代盛世，百姓們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實則早已被蒙在鼓裡。阿彌陀佛，我佛慈悲。道濟無奈地嘆了一口氣，他遵佛祖號令下凡普渡人間，人間百姓慘遭的水深火熱，他自是明白這些一樁樁慘案，道濟游走人間大概至10年時間也曾見過，但最終這些壓榨平民百姓的世家跟貪官都會被他用朝廷的方式制裁。這也是為何他道濟出道之時被稱為瘋和尚，遊歷數年時間被各方平民百姓稱為活佛濟公的原因。他無法動用法力強行幹掉地方官員，但卻能收集他們貪贓枉法的證據，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上報京城，用凡間的手段來制裁他們。可如今這富陽縣恐怕就由不得他這個活佛濟公說的算了，只因他道濟旁邊坐着一位有資格繼承文曲星君神仙之位的人，偏偏卻有着推翻當時朝廷的念頭。他勸說無果，亦是無法強行阻攔，只能注視着這一切，陪伴着其走完他那企圖造反的旅途。最後的結果道濟看不透，但卻能算出有很大概率失敗。你也能跟着他道濟老老實實走完其為官一生的路子，然後去接替文曲星君的老位。聖僧，光喊慈悲是沒用的，要拿出點實際事來證明慈悲能挽救世人嗎？見此，你信心滿滿，大手一揮道，唯有拿起屠刀，屠盡天下貪官，滅絕腐朽世家，改朝換代，才是慈悲之舉。捨棄小我，成就大我；捨棄貪官世家王朝，挽救這世間的
貪官釋迦王朝挽救這世間的芸芸眾生，他們在泥坑中苦苦掙扎。釋迦貪官王朝在上方不停扔泥石，讓人們滾下去，最終人們只能跪在泥坑之中，對着上方的人尊敬，懇求活路。王朝釋迦讓人們跪下，而我則會拿起屠刀，讓他們站起來。很久之前，或許是在睡夢之中，我曾聽說過一句話：皇帝以至高無上的皇權和虛名逼人們下跪，而改朝換代的人，則是讓人們站起來。一番驚世之語，茫茫日光的雲端之上，浩然轟下一道驚世神雷，令方圓千里妖魔邪祟統統膽寒，令釋迦貪官的人不由得心生詫異。而道濟聽完這些話，冷汗直流，心中直呼：佛祖，這凡間真的需要我來普渡嗎？這你的想法簡直有點超出他道濟的理解了。倘若真讓其改朝換代，恐怕這你會把屠刀伸向妖魔界、仙佛界等等。霎時，道濟連忙收回這大膽的想法。什麼把屠刀伸向妖魔界、仙佛界都是假的，哪有凡人敢挑釁妖魔仙神的尊嚴？可對方那驚世之語卻是真真實實的。兩位客官，目的地到了，我要回京城了。目的地已到，馬車被馬夫一拉停了下來。聽聞此言，你也沒多在意，自己只是租賃這輛馬車跟一位駕車的馬夫，並非是購買。事情完成，對方自然要回去。隨後你順勢來到馬車之外，道濟亦是如此。聖僧，這邊請。你率先一步踏出，走向記憶中熟悉的外。道濟亦是如此。聖僧，這邊請。你率先一步踏出，走向記憶中熟悉的宅子。他乃是富商之子，居住之地自然不小。雖說此身爹娘動用錢財來救濟那些流離失所的難民，可不代表他們一家子要賣宅來聚集錢財。片刻過後，拐進一個巷子，再從中出來，日光漸漸普照在你的臉頰。他也順勢望向前方，只見一個不大不小的宅院映入眼中。可當你要向着那處記憶中的宅院邁去時，一雙髒兮兮的手將他拽到一旁的房屋內。寧施主，道濟喊了一聲，也鑽了進去。房屋之內，蕭大哥，你咋回來了？這裡居住着數十多位衣物破爛不堪、渾身臭烘烘的人。不過你倒是有些熟悉，因為他家的宅院周圍的屋子都屬於他寧家的財產，爹娘特意拿來給那些吃不上飯、流離失所的難民居住，所以這些人跟你的關係自然不是普通人能比的。至少在這些人眼中，你一家可謂是他們的大恩人，莫不是？蕭大哥已經考取了功名，功成名就回歸故里了嗎？蕭大哥，看你的樣子，好像也不是啊。旁邊還跟着一個臭烘烘的臭和尚，不對，我咋看的有點眼熟？楊哥，你見识广，看看這臭和尚是不是很眼熟啊？說罷，那位被在場众人稱呼為楊哥的人仔細打量了道濟一番，眼眸微微一眨，剎那間，雙膝跪地滑到道濟前方，握住道濟的手腕，淒慘地說道：聖僧，還望你救救我們富陽縣的平民老百姓啊！這一刻，在座的數十位身着破舊的人哪裡會不知道，這位臭烘烘的臭和尚正是這幾年。這一刻，在座的數十位身着破舊的人哪裡會不知道，這位臭烘烘的臭和尚正是這幾年名傳天下的活佛濟公道濟禪師。他的事情流傳至遠，幾乎整個大宋天下都略有耳聞。其所走過之地，平民百姓無不對其稱讚，稱呼他為活佛濟公。此時此刻，聖僧已到，他們富陽縣有救了。你看着這一幕，嘴角不由得一抽。道濟的名聲有這麼大的嗎？對了，聖僧，還望你幫你大哥一家伸冤啊！前段時間，寧大善人不知道為什麼被那狗縣令蓋了一個勾結山賊的罪名，將寧大善人一家子斬一絕啊！就蕭大哥因在京城趕考，才躲過一劫啊！求聖僧為蕭大哥一家伸冤啊！哭天喊地的祈求，令道濟不知所措。他遊遍各地，從未見過如此大的陣勢。而此刻的你，聽完這些話後，胸口猛然的一痛，雙手捂住胸口，本來平淡的瞳孔，此刻已然布滿純粹的殺意。系統的聲音也隨之響起：丁，現發布任務，宿主此身爹娘慘遭陷害，被富陽縣令在前不久斬盡殺絕，請宿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一切有關於此事的罪魁禍首斬盡殺絕，誅滅富陽貪官，斬滅富陽世家。任務獎勵：一縷先天靈氣，800鐵浮屠，檢測到宿主此具身體的殘留執念轉換。本次任務完成之後，執念散，軀體魂魄合一，檢測到宿主實力較弱，提前發放800鐵浮屠，一縷先天靈氣，需任務完成之後方可發放。這一刻，你終於明悟，為何之前道濟說富陽縣有件事對他打擊不小，這哪裡是對他打擊不小，這哪裡是打擊不小，這簡直是要他老命了。富陽县令不死，富陽世家不死，不為這具身體的爹娘報仇，他寧蕭今後睡不着啊！前身記憶中，你便知道富陽縣的县令跟世家對他們一家子百般刁難，但卻沒想到對方竟會憑空捏造出一個罪名，將他一家子殺盡。呵呵，看着系統空間中的那800鐵浮屠，你嘴角露出冷意。本來還打算拉攏一下難民，以能夠吃飽的條件讓他們入伍，再推翻這富陽縣的局勢。現在看來，這得讓他自己來了。鐵浮屠乃是重騎兵，雖說重騎兵對於宋朝主體威脅太小，但橫推一個小小的富陽縣沒什麼大問題。之後再借助豬腳飯拉攏富陽縣的平民百姓，告知平民姓朝廷的不公與不作為，加上你一家往日的善舉，這富陽縣的天該換了。世間腐朽。此刻你一聲感嘆，語氣中就連道濟都聽不出有什麼情緒，偏偏道濟確實能感應到其話中那濃郁到極點的殺意跟憤怒。寧施主，你要幹什麼？道濟見你轉身欲要離開屋內，開口詢問。聞言，你回眸望來，掌心緩緩浮起，綻放出道道清氣玄光。道濟眸光望去，只聽見陣陣騎兵踩踏之聲，化為道道人影。凡間眾騎兵映入道濟的眼眸之中，他的腦海中也浮現出4個字：掌中佛國，掌中世界，掌中天地。寧施主，怪不得你不願拜和尚我為師，原來是已有法文啊！說話之間，道濟突然察覺到一絲不對。倘若你真有傳承師門，為何在科舉之時，他卻要拜自己為師呢？寧施主，可否告訴和尚我一聲，你拜了何人為師？你收起掌中的系統空間，說道：我無師自通，自行領悟。這番話讓道濟心中直呼不幸，自行領悟這種開創空間的神通。況且他還看見那處空間之中有着800眾騎兵，這可是憑空造物，跟3國時期張角的黄金力士沒什麼區別了。道濟左打量右打量，摸了摸下巴，
他還是看不透你，因為明明對方有着掌中世界這種神通，但為何自身還是凡人的身體？按理來說，其應該踏入了修行的大門。聖僧有何疑惑？若是沒有，我便要去為父母報仇。你一言直接嚇得道濟手足無措。為父母報仇，道濟神色一變，他明白，你果真踏入修行之路的話，要是以法力干涉凡間之事，此乃觸犯天條之大罪。日後渡劫成仙之際，怕不是要遭受五雷轟頂。例如狐妖胡花花，其吞噬人心，觸犯天條，渡劫之時遭受五雷轟頂，若不是內丹，只怕那時候就成為一只死狐狸，就算逃過一劫，也身受重傷，臉部被毀。必須吞噬人心來維持美貌。寧施主，你乃修行之人，不可干涉凡間之事啊！陳生勸告道。你一愣，還有這種事情？修煉之人不可干涉凡間之事，但跟他有什麼關係？你嘴角劃過輕蔑之事，說道。聖僧可干涉凡間之事，但跟他有什麼關係？你嘴角劃過輕蔑之事，說道。聖僧，我乃凡人，這所謂的空間，也只是一位不知名的大仙賜予我的法寶，而裡面的重騎兵亦是他賜予我的。我是凡人，為何不可干涉凡間之事？聖僧乃得道高僧，活佛濟公，怎會看不透我如今乃是一介凡人呢？呵呵一笑，令道濟眉頭緊鎖。的確，在他的佛眼之中，你的確是凡人，可其的空間法寶，真是一位不知名的仙給的嗎？道濟看不透。寧施主，和尚我還是勸你不要一意孤行。你是報了父母之仇，但你拿出這麼多重騎兵，這證明你有造反之心啊！聖僧，你不是早知道我要造反嗎？說這麼多幹什麼？這一刻，道濟當場愣住了。至京都重回杭州之地的每一段路程，你都說過他要覆滅這腐朽的世道，意思便是要造反。嗨嗨，和尚我不是這個意思。和尚的意思是，你動作這麼快，只有800重鐵騎，就想顛覆這偌大的王朝，恐怕是異想天開啊！道濟苦口婆心，實際上他還沒意識到，他這是在提醒你，擁有系統的你，自認為可橫推宋朝，或是被仇恨短暫蒙蔽了雙眼，再加上豬腳飯無限供應，要在此刻暴露他的野心，又自認為招募大軍輕而易舉，但事實哪有這麼簡單？推翻一個王朝的時間至少需要很久，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聽聞此言，你頓時恍然大悟，系統任務也不是讓他第一時間完成。聽聞此言，你頓時恍然大悟，系統任務也不是讓他第一時間完成。現在暴露800鐵浮屠，只會招來宋朝的大軍圍剿。悠悠上下5000年，明朝李善長曾有一句話，奠定大業根基，那就是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糧他已經有了，就缺人，缺甲胄，缺刀兵。多謝聖僧提點啊！道濟懵了，他提點了啥？他咋不知道？只見你緩緩開口，我父母之仇要報，顛覆腐朽的王朝之事要做，斬滅世家之事要做，但這一切都不能操之過急。我寧逍遙隱於世間，待到招募大軍數量夠時，一己之力便要推翻當世王朝。三國時期的張角，便是有着數十萬起步的黃巾軍，起義造反之時，僅在短時間便席捲天下。我亦要如此。道濟被這番話弄得手足無措。這，阿彌陀佛，和尚我只能想，蕭大哥，你想要造反嗎？道濟想辯解一二的時候，曾經被寧蕭一家子施以善行的眾人猛然抬眸問道，他們之前想求道濟這個活佛濟公為寧蕭一家人伸冤，但現在作為寧家最後的幸存者寧蕭，竟然想要舉兵造反。不錯，我欲要顛覆這個腐朽破爛的王朝。畫出屋內眾人低眸沉默，一股壓抑的氛圍環繞眾人心頭。最終，那名被眾人稱呼為楊哥的人上前一步，蕭大哥，你有把握嗎？這造反可是殺頭的大罪啊！對此，你沒有開口，反而是抬手一揮，剎那間無數流光自袖子中甩出，化為足足2米寬，擁有半個人高的大缸，裡面布滿了噴香四溢、散發熱氣的肉食跟米飯。這時，肉類的香味讓眾人跑到大缸周圍，就連楊哥也不例外。他轉眸看向你，蕭大哥，這是你一聲輕笑，這是神仙賜予我的法寶。這大缸裡面的糧食要多少有多少，我欲要推翻當時朝廷，乃是神仙的意思。畫出眾人顧不得大缸裡面豬腳飯的熱量，當即用衣物包裹，撈出一塊又大又油的肉，一口咬了下去，好吃。隨着他們不停吃食着大缸中的豬腳飯，都未曾看見大缸裡面的食物下降，便意識到你剛刚說的都是真的。有神仙想要這個腐朽的王朝覆滅，特地賜予這一件寶貝，能夠擁有無限的糧食。跟着我，你們日後的1日3餐都可以吃這豬腳飯。見眾人吃得盆滿缽滿，你也不清楚他們到底會不會跟自己造反。要知道這可是株連9族的殺頭大罪，可仍舊拋出橄欖枝。畢竟在他的印象中，居住在他寧府周圍屋子的人，基本上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倘若不是他父母心存慈悲之心，拿出錢財保證他們1日有1吃，恐怕吃了1頓餓3頓都是家常便飯。而眾人在聽到這句話後，連豬腳飯都不吃了，紛紛轉身朝着你恭敬一拜。蕭大哥，你想要做什麼？我們都緊隨你的步伐。大哥說什麼，我們做什麼。能1日3餐吃到這種美味佳肴，死而無憾了。至於造反殺頭株連9族，他們連活都活不下去了。區造反又有何妨？好，你點了點頭，看向為首的楊又有何妨？好，你點了點頭，看向為首的楊土，說道：你們有多少人？楊土便是被這數十人稱作楊哥的人。古時候因名字賤，好養活，自家不是豪門貴族的父母，或是富商世家的父母，都不會特意去找先生取名字，反倒是路邊的一草一木，或許會成為他們的姓名。蕭大哥，除了我們這裡的10幾人外，其他密集的屋子中，基本上都居住着20多人，大概有足足500多人，不過都是跟我們差不多，吃了上頓沒下頓，但總比路邊流浪的難民強不少。眼眸一抽，你實在沒想到，他寧家大業大到如此程度，竟然能養得起500多人的1天1次餐食，也難怪啊，這富陽縣令跟世家會對自己的父母動手，養這麼多難民，想必家中錢財數不勝數，隨便蓋個罪名，便能將其斬盡殺絕，霸佔其財富。哎，你心中嘆氣，這不就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嗎？你們準備，叫這500多號人，半個時辰後到城外洛孫山的山下集合，我在外面等你們。這城內是不能待了，他想要發育，必須到城外發展。洛孫山上的黑風寨正好是個不錯的選擇。至於富陽縣城中的縣令跟世家，你自有辦法將其斬盡殺絕。好，蕭大哥，半個時辰後
後見。當即，這數十人便匆匆離開屋內，前往其他房屋，告訴他們這件事。寧施主，你哪裡來的糧食？這時，道濟不知道什麼時候湊到大綱面前，上下打量起來。你哪裡來的糧食？這時，道濟不知道什麼時候湊到大綱面前，上下打量起来，都不能看透其中奧秘，自然是天上仙神賜予的，難不成還是我空手變出來的嗎？你自然不可能將系統的秘密告知，只能編出仙神賜予的。這東西真是永無止境的嗎？道濟淺嘗了一口豬腳飯，頓時臉上散發着回味無窮的滋味，但下一刻收回這番神色，轉眸沉聲問起來：當然，難道我還能欺騙聖僧不成？你似笑非笑地攤開雙手，既然這樣，那和尚我就不客氣了。說罷，道濟拿起腰間的酒葫蘆，瞬間变大數倍，一股猶如黑洞般的引力捲起大缸之中的豬腳飯，一直吸入葫蘆中。看着這一幕，你嘴角一抽，他明白道濟之前的話是在語言上試探他，這豬腳飯到底無窮無盡的，而現在卻是用實際行動來試探這缸裡的豬腳飯到底是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隨着5分鐘的時間漸漸流逝，道濟的酒葫蘆已經裝了大概幾萬斤的豬腳飯，但大缸裡面豬腳飯的高度仍舊不減，始終保持永恆不變，這讓道濟傻眼了。他停了下來，低頭看了看大缸之中的豬腳飯，轉眸看向自己的酒葫蘆裡面的豬腳飯，在他的感应之中，幾乎都是實質的肉食跟青菜，這簡直離譜啊！道濟實在不敢相信，是什麼法寶能有這麼多糧食？炎帝嗎？不可能啊！炎帝嗎？不可能啊！仙神也不可能擅自動用法力創造出這麼多糧食，這是違反天規天條的。對於仙神佛來說，凡間自有定數，他們不可輕易干涉。天庭的天條便是約束仙神的規定。怎麼樣，聖僧，我這大缸之中的糧食可謂是無窮無盡的。似笑非笑地說着，令道濟尤為無奈。到底是哪位仙神擅自來資助你啊？寧施主，你雖糧食無限，但造反這件事可是有損功德的。據和尚所知，天上有位神仙等着你去接他的班。倘若你造反失敗，身亡，又造成無邊殺戮，可是要墜入18層地獄的。和尚我略有耳聞，無論是大漢張角還是大唐皇朝，都在18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啊！這罪孽之事，寧施主，即便是天上那位仙神也是保不住你的。恐嚇的話語自道濟口中吐出，誰料你大聲一笑。寧施主，你笑什麼？道濟眼中疑惑，聖僧，你怕不是忘了你跟我的賭約了吧？至於造反失敗下18層地獄，那又如何？我意志如磐石般難以撼動，豈能是死後的地獄可以抹滅的？對此，道濟無奈一笑，看樣子他是不可能勸說你放棄造反的了。可忽然間，道濟眉心皺起，抬起左手輕微掐算片刻。聖僧，你怎麼了？見此，你疑惑，這是他第一次見道濟掐指一算。阿彌陀佛，寧施主，和尚我没事。既然没事，那就去洛孫山吧，那是可是我日後的驻扎地呢。说着说着，你眼眸流淌着造反的意味。半個時辰後，衣物破破爛爛，跟道濟沒什麼區別的500多人聚集在洛孫山下，而你看着未來可能成為自己造反一隊人的他們，緩緩抬起掌心，甩出一道流光，心中則是默念道：系統釋放出800眾騎兵。話落，流光化為道道密密麻麻的人影，霎時，身着重甲的騎兵，氣勢浩瀚的，陣陣殺氣彌漫的出現在這群人的面前。這一刻，為首的楊土楊哥當即跪下恭敬道：主公，真乃神仙手段。有了領頭羊，其餘的人紛紛效仿前者，他們心中已經有了底，跟一個有着神仙手段還能讓他們吃飽飯的人幹大事業，豈會不成功？既然能撒豆成兵，那楊哥口中的糧食無限供應，自然而然就變成真的了。諸位，請起！你面露和藹之色，上前數步，扶起為首的楊土，握住他的肩膀，望向其身後的500多人，熱淚盈眶的昂聲開口：諸位，願與我同行，我已是萬分感激。我寧蕭在此對天發誓，爾等日後無需再為吃食挨餓為之苦惱。我寧蕭得蒼天之助，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糧食，只要諸位日後誠心誠意跟着我，這裡糧食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倘若此番誓言我寧蕭做不到，日後我寧蕭願遭受5雷轟頂，此後靈魂打入18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聲聲浩蕩，如雷貫耳般穿透眾人的耳旁。伴隨着話音落下，茫茫天穹之上頓時響起一道雷聲轟鳴，這仿佛是上天承認他的誓言。此刻，你見其中不少人肚子咕咕叫，顯然是今日未曾吃食，便大手一揮，動用系統空間能制造出碗筷承載豬腳飯的功能，顷刻間甩出500多個碗筷，其中盛滿豬腳飯，光澤璀璨，看上去猶如神仙涼般的飄到他們面前。這一幕在他們眼中，你宛若仙神在世，比起之前撒豆成兵的神通更要震撼。眾人眼角不由得流下熱淚，腹中的飢餓聞着碗中的豬腳飯，香氣撲面而來，頓時大口的吃了起來。這一刻，眾人歸心，寧施主，你這手段實在是……道濟不由得豎起一個大拇指。世間平民老百姓無不為糧食而感到苦惱，尋常人家能夠勉強填飽腹中飢餓，唯有逢年過節之際才能吃些肉類之食。沒想到你收服人心的手段，既是高超又太過簡單。聖僧，世上的人活着吃飽飯都是一件難事，我只不過是滿足他們心中的需求罷了。說着说着，你轉身，袖袍一甩，將系統給予的800眾騎兵再次收入系統空間中放着。主公，你這是？楊土半個時辰之前自收入系統空間中放着。主公，你這是？楊土半個時辰之前便吃得飽腹，他那一份豬腳飯大方的送給其他未吃飽的人吃了。洛孫山上的黑風寨，山上地形狹窄險要，眾騎兵沒辦法從山下直奔黑風寨，待到抵達黑風寨不遠處後，我再將其放出來。你眼眸微眯，耐心的解釋道：主公高明。開口即是誇讚，令你不由得高看這楊土一眼。能說服500多人又率先表態的楊土，你自然能看得出來，這是一個聰明人。數分鐘後，這500多人吃飽後，你便開始帶着他們前往洛孫山上的黑風寨。可這黑風寨的位置你不太清楚。聖僧，這黑風寨……突然間，你想到自己旁邊不是還有個降龍尊者轉世的聖僧嗎？這道濟眼珠子狂轉，他要是說出黑風寨的位置，豈不是助其進行造反的第一步？可道濟左想右想，破舊的蒲扇指向東北方向，往這走大約是半炷香的時間，就能抵達黑風寨的山門。多謝聖僧，你一聲道謝，隨即大手一揮，諸位跟我來。
來，很快你便帶着這500多號人，火急火燎地朝着黑風寨的山門奔去。和尚，我這樣做到底是对是錯？道济一声感嘆，他越來越看不透这女了，到底是哪位仙神在幫他？要不和尚我去天庭打聽一番。思索良久後，道济還是決定算了，反正早晚有一天，這寧霄幕後的仙神定會露出馬腳。待到寧霄在這黑風寨安營紮寨後，和尚我要去辦一件事。的仙神定會露出馬腳。待到寧霄在這黑風寨安營紮寨後，和尚我要去辦一件事。可我一離開，這寧霄會不會趁着和尚不在，搞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來？道濟心中猶豫不決，思索着，緩慢跟上你的步伐前往黑風寨。與此同時，黑風寨大當家黑風寨如其名，他數着面前的1000兩銀子，越看越怒，猛地一拍桌，低沉的聲音說道：“這麼少嗎？”轉眸望向一旁的黑風寨軍師方成，其眸光陰沉，容貌尖嘴猴腮，一眼看上去便讓人覺得這是一個陰險之人。大當家那群貪婪的家伙，東湊西湊，這裡摳門一點，那裡摳門一點，最終臉色不悅，像打發叫花子的那樣，賞賜的只給了我們黑風寨1000多兩銀子，這簡直是對我們黑風寨的羞辱啊！我們黑風寨足足1000人，前幾次哪一次都是1萬多兩白銀，這一次竟然只給1000兩。我還聽說不久之前那狗縣令跟富陽縣的世家瓜分了一個財富很多的富商，就拿這麼點，簡直是明里暗裡嘲諷大當家呢。這一刻，空氣中彌漫着陰沉跟冰冷。黑風寨大當家黑風嘴角咬牙的說道：“那群貪得無厭的東西，我黑風不大當家不好了，不好了！”就在此時，一名小卒匆匆闖了進來，砰！哎呦！黑風怒捶桌子，但脆弱的桌子承受不了他那蠻牛般的拳頭，直接碎成2半，讓他跌倒在地。大當家，你沒事吧？黑風寨眾人見狀，連忙開口關心起來。方成更是上前將黑風扶了起來。該死的狗東西，竟然敢送這種劣質產品給本大爺！黑風一聲大怒，隨即轉頭看向匆匆趕來的小卒，道：“什麼不好啊？大當家，官府派人來圍剿我們了。”小的親眼看見寨門外面足足有800眾騎兵，氣勢兇煞，仿佛要蕩平我們黑風寨一般啊！大當家的，此話一出，在場陷入沉寂。黑風看向那人的目光，猶如在看傻子一般，緩緩上前，猛地一腳將其踹翻在地，指着他的臉怒罵道：“本大爺是沒文化，但不代表我他媽是傻子。你看我像是傻子嗎？這落孫山地形險要，眾騎兵怎麼可能上得來？你特麼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胡編亂造啊！世人皆知，就算乞丐都知道，眾騎兵其身上穿着的甲胄有多重，還要騎着一匹馬爬上地勢險要的落孫山，這簡直不可能。可是大當家，這是真的，不僅僅是小的一人親眼所見，還有着其他兄弟。”黑風剛想再猛踹一腳，可想了想，自己的屬下總不可能眼花吧？可眾騎兵是怎麼上來的？難不成他們還能飛上來不成？大當家，不如我們去看看。黑風寨的軍師方成拱手道。聽聞此言，黑風思索再三，點頭，有道理。倘若這是假的，本大爺就扒了你的皮。黑風惡狠狠地看向那他認為光天化日之下胡說八道的小卒。隨後，黑風帶着眾人趕往黑風寨門。不久之後，黑風爬上寨門的高台，定睛一看，霎時倒吸一口涼氣，不停地揉着雙眸，企圖告訴自己，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本大爺看到的是幻覺嗎？眸光一轉，詢問一旁的方成。可作為黑風寨軍師的方成，此刻也被眼前的一幕震驚到無言以對，久久不能回神。足足有上百重騎兵能跑到他們黑風寨的山寨門口，這簡直非常人手段。一縷狂風吹過，伴隨着啪的一聲響起，方成臉頰腫起。方成，這是不是真的？被黑風一巴掌扇得臉部紅腫的方成捂着傷口說道：“大當家，這應該是真的。”沉默半晌，黑風當即破口大罵：“他奶奶的！怪不得富陽縣那群家伙這一次就拿出1000兩白銀，原來是因為上頭派人圍剿我黑風寨了，這是出爾反爾啊！等本大爺度過此次危機，一定要向富陽縣的狗官跟那群世家算賬。”與此同時，黑風寨外，你望着黑風寨門高台的人陷入沉思。這黑風寨門看上去簡直就是一手難攻，要是強攻的話，恐怕他的800鐵浮屠怕不是損失慘重；但不強攻的話，又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他們屈服？就在你思索之際，寨門高台的黑風寨的大當家黑風伸出腦袋，看向不遠處的你，大聲喊道：“將軍，我知道你們是奉命來剿匪的，我這裡有富陽縣令壓榨百姓貪污受賄的證據，我黑風願將證據獻出，只求將軍撤軍，放過我們。”聽聞此言，你愣住了。他要富陽縣令的貪污受賄、壓榨百姓的證據做什麼？任何一個公正廉明的高官來到富陽縣逛一圈，恐怕都能意識到，這富陽縣令擺在明面上的壓榨百姓。縣逛一圈，恐怕都能意識到，這富陽縣令擺在明面上的壓榨百姓，光憑這點便治富陽縣令的罪。不對，答應這黑風寨大當家的條件，趁其不備，再拿下這裡。想到這，你左手緩緩放到背部，指尖泛起淡光，想將一部分鐵浮屠重新收回系統空間。但想了想，對方不可能自己走出來的，只會派出下屬小卒，將富陽縣令的貪污受賄、壓榨百姓的證據送過來。既然這樣的話，就有點麻煩了。一時間，你想起自己體內的一縷法力，勉強可以施展上清仙訣中的普通神通。這樣的話，攻下黑風寨應該綽綽有餘了。系統獎勵的800鐵浮屠，無時無刻都能重新收回系統空間，並不是一旦釋放出來就不能收回去。這意味着，一旦讓你潛入敵軍內部，抬手一揮，800鐵浮屠而出，便可以打得敵軍措手不及。而黑風寨這邊，方成，你這辦法到底有沒有用？只見方成不知道從哪裡拿出的羽扇，淡定自若，信心十足地說道：“為首之人，衣着豪華，定然是某個大人物的子嗣。來我們這種偏僻的地方，怎麼可能是為了剿滅我們這小小的山賊？”說着說着，方成眼眸流露出睿智的神色。他來富陽，很大概率是為了縣令那群貪污受賄的人來的，說不準只是順道。聽
聽說這裡有山賊，特意來剿滅我們。我可是聽說有不少大人物的子嗣喜歡拿山賊來威懾縣令這種地頭蛇的。黑風一聽頗有道理，其他人也紛紛誇讚方城的神機妙算。如此這般，才引得黑風寨的眾人未戰先降。怎麼樣，將軍？黑風大喊道。見此，外面的你露出一絲輕笑，高聲回道：好，見你同意。黑風頓時讓幾位下屬去黑風寨裡面拿那些貪污受賄、壓榨百姓的證據。片刻過後，黑風寨門大開，從中走出幾人，無一例外，皆是黑風寨之中的小卒。見此一幕，你左手放置身後，悄咪咪地掐動神通法诀，引動體內修煉數日的上清法力，霎時間引動天地神雷、上清神雷，伴隨着你一言，天地間轟隆一聲響起，威懾天地妖魔的神雷朝着黑風寨門劈去。一時間，燒焦的味道讓黑風寨的山門燃火。此情此景，你緩緩抬眸，跟黑風寨大當家对視，對方咽了一口氣，剛想開口，沒曾想此刻耳旁傳來令他膽寒的聲音：“給我上！”你大手一揮，身後的800鐵浮屠宛若河流奔湧，勢不可擋。沉重的步伐踩踏在眾人的心頭，令黑風寨眾人畏懼。等等，將軍不是說好了嗎？我們握手言和。黑風大聲喊道。可此時的你根本沒有聽黑風所說的話，他臉色慘白，虛弱的雙膝交叉盤坐，雙眸微閉，開始汲取天地間的靈氣，調息自身，恢復那一縷缺失的法力。道濟3聲嘆息，他眼下哪裡還不知道，這你已經踏入了修行的門檻。如若不然，剛才那道天雷，對方一介凡人，又豈能施展出來？回眸看了一眼已經殺進黑風寨的800鐵浮屠重騎兵，又看了一眼不遠處等待着你拿下黑風寨的500多人，最終道濟來至你身後，如同你一般，盤坐而下，運轉體內的法力，注入你體內，為其補全那一縷缺失的法力。良久之後，你緩緩睜眼，轉眸看向道濟，言語尊敬道：“多謝聖僧。”道濟一聲苦笑，眸光抬起望向上蒼，仿佛是在思考人生。實際上，道濟這是在看向天庭，那世間約束修行之人不可擅自干涉凡間定數的天條天規。稟主公，這黑風寨已拿下，黑風寨大當家以及其屬下皆已擒拿，請主公定奪，是殺是留？800鐵浮屠之首，姓名楊，自行恭敬地來到你道濟面前，他的身後跟着幾個人壓着黑風寨寨主黑風。黑風聽聞此言，頓時臉色蒼白，難道他就要命喪黃泉了嗎？笨蛋，殺什麼殺？你不禁翻了個白眼，他現在正缺人呢，更何況這黑風寨的山寨頭子跟其一眾下屬，說不準是他對付富陽縣那群狗官跟世家的利器。什麼？將軍，你不殺我？黑風當即大喜，他還以為他今日要命喪黄泉了，沒想到還有活路。我殺你做什麼？你無語至極。他都吩咐過800鐵浮屠攻入黑風寨時，不要輕易傷及黑風寨之人的性命，但頑強抵抗者可將其打暈重傷。你們損傷多少人？話出，為首的楊行眸光中閃過迷茫。什麼損傷多少人？主公說的什麼話？黑風寨寨主見此一幕，頓時苦笑開口道：“大人，我黑風寨的人，其鍛造的刀兵怎能砍傷重騎兵啊？”此言一出，你倒是覺得自己問的有點多餘了。山寨賊子豈能砍傷重騎兵的甲胄？倘若能砍傷，那就不是山寨賊子，那就是朝廷正規軍了。用得着你多嘴嗎？你瞪了黑風眼，隨後看向楊行道：“你帶人去把不遠處的500多人接入黑風寨，我跟聖僧先進去歇息。”數秒過後，楊行仍然站在原地，呆愣地看着你。你們還不快去？楊行不語，轉身一手拎起黑風，回眸望來，仿佛是詢問這家伙咋處理，一起帶過去嗎？你把他放開。你揉了揉額頭，他倒是忘了這黑風寨寨主。楊行點頭，一鬆手，便帶着幾人走向500多人的地方。奉你之命，帶這群人進入黑風寨駐紮。可伴隨着楊行一鬆手，砰的一聲響起，黑風一屁股坐在堅如磐石的地面上，讓其不禁倒吸一口涼氣。喂，能不能輕點？黑風大聲嚷嚷。但隨着楊行回眸望來，那純粹的凶煞讓他低頭呢喃，這樣也挺好的。但很快他就發現自己的視野晃動，肩膀猛然一疼，又是嘶的一聲響起，咋回事？这嘶的一聲響起，咋回事？這一刻，黑風呆愣在原地，被他認為手無縛雞之力，僅僅是靠軍隊強大從而攻佔他黑風寨的你，此刻卻單手拎住他的肩膀，將其拎着走向黑風寨山門。黑風本想趁自己自由的時候，借機會威脅你，讓其滾出自己的地盤的念頭徹底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活下來的慶幸。倘若他剛剛真的動手，只怕到時候生死難料。聖僧走了，你招呼了一聲，拎着可以黑風踏入山寨之中，在眾多山賊的眾目睽睽之下，拎着他們的大當家進入黑風寨主寨子的大廳。咚，伴隨着熟悉的聲響，黑風揉了揉屁股，那經過2次摔傷的紅腫令他欲哭無淚。黑風寨大廳，你坐在昔日黑風的位置上，而黑風則是委屈巴巴，像個被欺凌的婦女般癱坐在冰涼的地上。嘿，沒想到這裡還有酒啊！道濟剛進來打量了一眼，便聞到一股酒香味，快步來到酒壺，將其拿起引入口中。我的100年老酒啊！黑風痛不欲生，他的酒就這麼被喝光了。聖僧，你不是和尚嗎？寧施主。俗話說，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學我，如同坠魔道。道濟緩緩說着，甚至還將酒葫蘆裡的豬腳飯倒出，一口一個豬腳飯，一口一個美酒。可這，你露出無奈，明知道劇中的道濟既喝酒又吃肉，他也沒必要多此一舉。可聽這黑風寨寨主的話，這可是釀造100年的老酒。道濟就這樣一口肉，他也沒必要多此一舉。可聽這黑風寨寨主的話，這可是釀造100年的老酒。道濟就這樣一口全吞了，這簡直是暴殄天物。算了，無奈一笑，隨即轉眸看向黑風，指頭悠閒地敲擊着桌子，造成屢屢聲響。本該是尋常的響聲，在黑風的腦海中卻如同催命符般讓他心累。這是在思考如何處置他這個山寨頭子。想到其他地方的山寨頭子被圍剿之後的下場，無一不是發配邊疆幹苦活，或者就是殺頭的下場。雖說之前對方開口說不殺自己，可實際上黑風早已知曉，這種大人物都是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說不準等會就拿他殺頭立威了。所以他黑風當機立斷，頓時雙膝而跪，猛然磕3個響頭。這一幕讓還在吃肉喝酒的道濟愣住了。
讓考慮如何搞定富陽縣那群狗官跟世家的你愣住。這黑風寨寨主在幹什麼？在兩人懵逼之際，黑風頓時抬眸開口，眼眸滴下絲絲淚珠。兩位大人，我黑風願為兩位大人效犬馬之勞，只求兩位大人不要殺我。你被這一套連招給搞得說不出話來，最終沉思半晌，緩緩起身來至黑風身前，似笑非笑地扶他起身，說道：我並非上面的大人物，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平民老百姓罷了，只不過擁有着800重騎兵，還有着一個目標，不知這位好漢願不願意跟我共赴啊？不太清楚話中之意，可明白這是活命的唯一機會。黑風連連點頭應下，可隨着你的後句話出口，他頓時腸子都悔青了，被你扶起來身子，腿一軟又塌了下去。我欲要顛覆這腐朽的世界，既然好漢與我志同道合，那這黑風在大當家的位置，我暫且當，你當二當家如何？黑風抖顫着軀體，不敢正眼看你，我能不能不顛覆這腐朽的世界啊？他黑風就算再蠢，也不會蠢到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這是要造反啊！他當個山寨賊子，只是為了吃飽活命，可不是想犯株連九族的大罪啊！你說呢？你沉着臉，聲音如同閻羅索命，讓黑風心頭狂顫。他明白，賊船他已經上了，想要下去，就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見狀，他露出僵硬的神色。我黑風願意跟大當家共同顛覆這腐朽的王朝。聽聞此言，你滿意的點頭，隨後轉身坐在座椅上，指尖漸漸泛起淡光，一甩即出，化為一個鐵缸，裡面散發着香氣撲人的味道。你也無需露出這死人臉，我得蒼天之柱，可以拿出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糧食。可以說，即便是整個東海的海水，都不一定比我的糧食多。所以說，你們黑風寨跟着我混一日，我就不可能讓你們餓着。話出，黑風半信半疑的起身，來至鐵缸面前，看了一眼，你是不是不相信？此刻的黑風認為眼前的你，大概是一個擁有江湖騙術、帶着一絲絲幻術的騙子，可聞出撲面的香氣，做不了價。你可以將這盆鐵缸拿出去。江湖騙術，帶着一絲絲幻術的騙子，可聞出撲面的香氣，做不了價。你可以將這盆鐵缸拿出去，跟你的屬下分着吃。我已經吩咐過，讓那800鐵浮屠放過你的屬下了。去吧。你擺了擺手，絲毫不在意對方會不會因屬下被放而趁機掀起動亂。黑風內心疑惑，但賊船已上，也不得不一手扛起這裝滿豬腳飯的鐵缸，一步踏出，地面一震，留下一個腳印的走向大廳外。這一幕看得你道濟一愣一愣的。寧施主，你就叫他一個人搬出去啊？你眸光一抽，沒有啊，我剛想叫人進來搬出去，沒想到他自己來了。實際上你自己也沒想到，這黑風的力氣簡直宛如一頭牛。雖說鐵缸裝着無窮無盡的豬腳飯，可說到底，其擁有的重量大概有幾百斤，要搬起來至少也需要幾人合力。可沒想到黑風一人也能將其扛起來，實在讓人難以預料。半個時辰過後，你處理完自己帶過來的500多人的住所事情後，黑風火急火燎地從外面衝了進來，他的身後還帶着黑風寨的軍師方成。剛一進來，黑風便跪地摟住你的腳腕，大聲哭道：大當家，你真乃是……愣了一會，又繼續開口：大當家，您真乃是神仙下凡，欲要顛覆這個腐朽的王朝。我黑風義不容辭。事到如今，他哪裡還不知道，你口中所說的都是真的。得蒼天之助，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糧食，再加上他軍師方成的言語，他哪裡還不知道，這你天生就擁有造反的資本。只因無論哪個時代，糧食永遠佔據第一位，能夠借助糧食招兵買馬，無後顧之憂，造反必成。要問他黑風如何肯定對方擁有無限的糧食，這就要看他的軍師方成了。因為方成腦袋靈機一動，直接將鐵缸側倒着，無數豬腳飯宛如河水決堤般奔流不息地湧向山下。10多分鐘後，鐵缸之中的豬腳飯仍然不見一絲減少，這已然證明這糧食不是無限的嗎？那就好。黑風歸心，你也沒多說什麼，只是準備讓對方富陽縣周圍吸引那些流離失所的難民，讓他們通通到洛孫山來，成為他起義的根基底蘊，利用豬腳飯來讓平民百姓追隨於他。官府壓榨他便拉攏，要問為什麼不是他去，那就得看專業的事，還得讓專業的人來幹。他只是一介書生，而黑風主要是山寨頭子，對於招兵買馬這件事，還得讓對方來。某種意義上，將他人綁入山寨，將其轉化為山賊，跟利用豬腳飯吸納，不是同一個道理嗎？這件事訴說之後，黑風呆愣在原地，久久未曾回神。見此一幕，你不由得疑惑：怎麼，有什麼問題嗎？話出，黑風當即一激靈，小聲道：大當家，我們現在下不去了。咋下不去？莫不是官府派人來圍剿黑風寨？你開口詢問。而黑風膽顫地說道：大當家，洛孫山現在被糧食覆蓋，簡直就是一座糧食山，我們下不去，別人也上不了。我們若是強行下去的話，恐怕會被你那些糧食給熱熟了。這番話出山，我們下不去，別人也上不了。我們若是強行下去的話，恐怕會被你那些糧食給熱熟了。這番話出口，你愣住了，眸光看向道濟：聖僧，你知不知道怎麼回事？被豬腳飯覆蓋，這有點記憶又熟悉的場面，在你腦海中漸漸幻化。道濟一聽，略微掐指一算，洛孫山的情況，當即跳了起來。哎呀，太糟糕了呀！這洛孫山簡直就是一大片的糧食海洋，可以說已經不是洛孫山了，而是一大堆糧食的聚集地。你略微有些聽不懂，什麼叫糧食的聚集地？啥叫大片的糧食海洋？見你還處於懵懂之中，道濟直接揮動破舊的蒲扇，一縷佛光幻化成天幕，其中的場景讓你嘴角一抽。這不是水淹七軍嗎？不對，豬腳飯淹洛孫山，這是不是意味着以後朝廷大軍來犯，他也可以豬腳飯淹大軍？這實在太棒了！寧施主，快將你的糧食收回來，要不然會引發天下大亂，天庭仙神都有可能追溯因果，找你的麻煩。畢竟你都已是修行之人了，不可干涉凡間事務，實乃觸犯天條之舉。道濟一說，你連忙調動那倒出這麼多豬腳飯的鐵缸，動用系統的功能，將其放到茫茫上空，顷刻間捲起無數吸力，無數豬腳飯宛若龍吸水一般被捲入上蒼，不見蹤影。這一幕讓洛孫山下那些為了一日三餐吃樹皮、吃觀音土的難民流民淚聲俱下，懇求仙神不要收回這糧食的恩賜。可惜的是，你聽不到。就這般，本應讓天下混亂的糧食山，在短短數秒全部收回。他寧霄不是害怕仙神下凡，實在是因為不把這麼多豬腳飯回收，恐怕到時候凡間的麻煩也不少。至於觸犯天
天條天規，那狐妖狐花花、白靈的親姑姑都觸犯天條，在五雷轟頂下活了下來。那他這種修煉上清仙法的生靈，還會畏懼五雷轟頂？是雷公電母的五雷轟頂強，還是他的上清神雷強？這誰知道呢？黑風寨，竟給我添亂！你瞪了黑風一眼，大當家，這不是為了……行了行了，你擺了擺手，我不想聽你狡辯。既然我這邊有這麼多糧食，你現在立刻馬上給我去富陽縣周圍招兵買馬，告訴他們，只要進入洛孫山加入黑風寨，就可以保境1日3餐。黑風也不敢反駁一二，知曉自己做錯事，連連點頭後，恭敬地退出大廳。哎，你一聲嘆息，該說不說，還是黑風寨的人比較聰慧。富陽縣城，他爹娘利用錢財，讓那500多號人每日一餐的他們，都想不到這種辦法來印證豬腳飯的無窮無盡，倒是被黑風寨的人想到了，這簡直絕了！阿彌陀佛，既然寧施主已經決定要在黑風寨掀起天下的浪潮，那和尚我這邊還有點事，要先去處理處理。過幾日，和尚我再回來黑風寨這邊，看看寧施主的成果。你看了一眼道濟，他還以為道濟會跟自己一直待在黑風寨，靜靜地看着他造反的成果，沒想到現在就要暫時離開。聖僧，這是要返回靈隱寺嗎？道濟一聽，悠悠搖頭笑道：和尚我呀，算出杭州臨安縣的一戶大戶人家的兒子，跟和尚我有師徒之緣啊。哪位大戶人家？你心中的好奇湧上心頭。陳家莊。道濟吐出3字，就在此刻，你的腦海中再次響起系統的回響。